小伙伴们看，上海来的频道观众，大家好。刚才你们看我越跑越快的原因是我听见后边有人跟着我，然后我在录像在说话，我怕影响人家。我说我本来想等一等，然后他一看等不是办法，我说加速吧。这小伙伴我快跟不上了，累得够呛，不好意思。住在哪儿啊？住在上海。我这次来玩住在哪儿？天满桥。天满桥是要回去了吗？没有，天满桥在那边。没回去，刚刚开始。好啊，我想跑完。哦，那已经跑了9公里了。对。那还想今天会不会遇到？会遇到。但是今天很有缘分，因为我已经跑了19公里了，我现在要回去。今天我一直没在大阪城，这是第一个来回就碰到你了。是我前面站前没有看到你。对。然后我跟你正好是对向的。啊。然后我就转到你后边。你一会儿跑的时候啊，别像现在咱们这样绕圈跑了，这儿有爬升。哦。就刚才那条路，你就来回折返。那条路从那头到这头是1.5公里，折返一次是3公里。你这一圈，你现在9公里，现在再回到这儿的时候是13公里，然后你再折返2圈变成16公里，之后就可以往酒店跑了。那我先关机啊。感谢您。嘿，大家伙早喽！12月14号星期四，天还很黑，又来跑大阪马拉松最后的这个坡。现在我脚下的路也是大阪马拉松的路线，只不过比赛的时候是跑我左边的机动车道，前面还有100米右转，就是整个大阪马拉松唯一的一个大坡。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是35公里左右，我可能记得不准确。我现在在跑有氧的配速，5分以内，已经开始上坡了。开始了啊！正常跑的时候是跑机动车道，可能画面里拍不出这么大的坡，因为这种镜头有畸变。你们可以看我数据右下角的功率和爬升。这坡要连续上大约200米，我不确定。我现在刚跑了8公里，比赛的时候要跑30多公里才到这儿。可以吧？这个坡还有大约50米，但是坡已经缓起来了。哎，这坡你骑没有助力的折叠自行车都得推着。看，上来了。然后大阪马拉松的路线是这个地方右拐，然后前面左转，之后再左转，就一直去大阪城了。行，天黑了，一会儿再聊。小伙伴们看，银杏叶落的差不多了，只有这边这几棵树还有没落完的。天开始亮了，刚才那个坡还是挺刺激的哈。有小伙伴和我说，听说大阪马拉松改赛道了，不用练坡了，
这个事儿我这么看，不管您是要参加国内的马拉松还是国外的马拉松，基本上就是可以报名的时候，赛道肯定是确定的，因为他要先跟当地的各种的部门报备。您最简单的办法去官网看看他的赛道，就知道了，是吧？不成熟的小建议。它是有一些小优化，但是改变不了大阪城出发回到大阪城的这件事儿，就是从一个高地出发，再回到这个高地，对吧？现在要是再跑无锡或者是北京，真的感觉好平啊！昨天下午在大阪城这儿跑了一圈，大阪城3.5公里这一条赛道这一圈，爬升是26米左右。我那时候在北京，早上起来跑一个半马都爬不了26米。小伙伴们也是好心，但是真的没办法。那个坡在35公里左右，那个坡上完基本上就是一路下坡，到达大阪城了。刚才6点半的时候，我还没到大阪城，我在路上已经碰见跑团里的小伙伴晨跑结束回家了，还是女性跑者，这么早看日出。今天的云是红的，大家看，能看见吗？还是挺好看的哈。就这一个角落，大阪城是比较漂亮的，前面都被树和楼挡住了。今天咱们聊聊昨天答应大家的阈值的配速的训练，还有各种训练，马拉松、肌肉疲劳的这些事儿。先有几个基本事实啊，正常的成年男性大约肌糖原加肝糖原将近2000千卡左右的能量，或者是2000左右，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之后呢，如果您是训练有素的马拉松爱好者，差不多就我这身材，我也跟大家大概分享过，基本上您跑1公里消耗的热量，大约就是您体重公斤数变成千卡。比方说您70公斤，您跑1公里大约就是70千卡，会再稍微多一点。对应到我身上，我大约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200千卡，一个全程马拉松2400千卡。也就是说呢，你的糖原存储不足以维持一个马拉松，因为你是不可能消耗到0的，对吧？你还要维持生命体征啊，各种。而且它也并不是说就跟玩游戏一样，它是一个能量条就消耗它。所以我们才听到马拉松过程中脂肪的代谢的参与，如果越积极，调动的越好，撞墙就会来得越晚，甚至不来，或者是来得越轻，对吧？它人体功能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好多个系统同时，只不过比例不一样。所以说到这儿，大家也应该不用太担心所谓的掉肌肉。就普通人啊，您如果不是真的说我就要练健美健体去比赛的，那跑步掉一点肌肉，可能大多数都是幻觉，掉的要不然就是水，要不然就是脂肪，让你显得小了，对吧？这是前提。之后呢，为什么我们跑马拉松会累呢？大部分训练有素，甚至不是训练有素的小伙伴，就最后你们走，我之前看纸巾老师，对吧？他也不是因为呼吸不上来或者喘，他是没劲儿了或者肌肉疼，对不对？这是公认的，因为马拉松毕竟不是
1公里或者5公里。那为什么肌肉会累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没能量了，第二个原因呢是它有损伤，第三个原因呢是乳酸堆积，第四个原因是精神的疲劳，就是神经系统的疲劳。第一个原因，在一般如果您能够把全程马拉松跑进3个半小时，在这个情况下不是最显著的原因，因为我们过程中还有补给。一般我一个全程马拉松吃5个能量胶，现在正常大小的能量胶大约是110千卡一条，这就能补充将近600。还有能量饮料，之后你再有肝糖超补，还有你的早饭在肚子里慢慢消化。你大概是带着3000多3000多千卡的能量上的战场，上了赛场，只不过它可能分解不了那么快。像面对这一条呢，像这种阈值配速的跑，就我老说行与不行这种跑呢，有2个作用，一个是让你帮助你的身体适应更快的能量输送和吸收，第二个作用就是乳酸。但是呢，世川先生，我们暂停一会儿。市川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世川先生又一袭白衣飘过。乳酸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马拉松运动员要太多考虑的，半马当然要考虑，半马就是顶着乳酸阈值跑。但是之所以它叫阈值，就是它是你能清除的速度和它产生的速度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且你肯定跑不到这个平衡的状态，一般都是清除都会快一点。所以乳酸最多就是让你肌肉有些难受，但是呢不至于让你很明显的掉速，而且人体清除乳酸是很快的。所谓的赛后疼，第2天肌肉疼，不是乳酸的原因，这个我们后边说。所以呢，像昨天那种训练，坦白的说，昨天的距离短，所以到最后我冲刺了，最后的1公里多基本上是在冲刺的配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种训练一般建议大家，如果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话，至少是8公里，跑到16公里效果会更好。压住速度，比方说对我来说，跑到3分39，跑16公里，你永远在清除乳酸的积极的过程中。还有就是清除乳酸也意味着你的血液输送和吸收也在锻炼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因为你无论是给肌肉提供养料，还是带走肌肉中不需要的东西，都是靠血液循环，还有你的呼吸把进到肺里的静脉血不要的东西代谢走，然后再给氧气，让它变成鲜红的动脉血，还有你的内脏各种就是帮助你代谢掉你身体里不要的东西的内脏的循环和能力。这是乳酸阈值跑的主要的工作，主要的效果。另外一种，在全程马拉松中其实是对肌肉最致命的。就像有的小伙伴问，为什么就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有什么区别？力量就是很直白嘛，就是你有多大劲儿。而肌肉耐力是这么回事儿，比方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只要你肌肉一直有能量，那按说它应该能一直做功，对吧？但是不是的，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清除乳酸还是它的工作，都会产生一些或多或少的炎症反应，还有轻微的损伤，这些损伤会积累起来。它会恢复吗？会恢复，会自我修复，但是在一场比赛中是绝对来不及的，
这就是赛后酸痛几天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不好练，这也没法练，这可能就是，当然也跟自身条件有关系。为什么年轻人运动员训练练得狠呢？是因为他练完之后恢复得快，年龄大的人练完以后呢，恢复的就慢，就是指这些。这个是导致你全程马拉松最后不行的很根本的原因之一。这个东西怎么练呢？就是长距离。你要有能力呢，长距离跑得快点；没能力，长距离跑得慢点。但是呢，跑的时间长一点。其实也不是练，是让你习惯。对，马拉松更多的是习惯，习惯一种痛苦，就是这么回事儿。至于其他的变速跑或者是间歇跑，它练的是更多的是肌肉力量和速度的感觉，就是它能让你肌肉这么大劲儿，至少能让你跑这么快。咱们先能跑这么快，再说能坚持多久。您如果跑不到4分16的配速，您的耐力再好也破不了3小时，对吧？所以呢，这么几种训练组成了一个马拉松的系统工程。我看这小伙，那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耐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马拉松的耐力指的更多的不是心肺系统，而是肌肉耐力。肌肉耐力就是清除乳酸的能力，还有面临损伤的习惯的能力，对吧？ごちそ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然后速度能力呢，就是靠间歇跑、变速跑往起拉，把你的绝对速度拉高一些。你再跑低点的配速的时候呢，就会适应一些。然后长距离呢，就是让你更好的去适应难受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让你的肌肉适应损伤。训练之后，强度训练之后的恢复，其实也是一种训练手段。我总说，练得多了，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就敏锐了，就是这意思。你会在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能感觉到身体被吸收，这种感觉很微妙的。这也是训练的一环。所以马拉松就是个系统工程。到了冬天，现在的天气就很适合多做一做昨天我们那种训练。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像我昨天那样冲，因为我们距离短。就用您的乳酸阈值的配速的中间那个数，或者说就是您半程马拉松能玩命冲下来的那个配速去跑，跑16公里左右，会有很棒的效果。行吧，那咱们训练之后再聊，大家加油干！12月14号星期四清晨7点16训练结束，第2个训练日依旧跑一个半程马拉松。因为昨天做了强度训练之后，下午还跑了一个7公里，今天就轻松跑有氧。半程马拉松1小时43，平均配速4分55，最快1公里4分17，就是刚才说的，平均心率135，功率203，步频197。还可以啊，现在碰到了来自上海的观众，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而且我问了一下小伙，并不是那天说15号要偶遇他的观众，跟明天可能还有偶遇的观众。我明天还是大阪城这条路。今天其实很有缘分，因为我今天在那条路就跑了1个折返，明天应该会多跑几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其实有的是科学，有的可能不是，就是我的一些经历总结出来的。像我们平常每天这么跑，练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是习惯跑步，
第二是刚才说到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马拉松到最后可能崩溃也有神经系统的原因。比方说有时候太阳特大的时候直射，你大脑就罢工了。之后呢，就是你每天都在损伤修复，每天都在损伤修复，它也是一种训练，虽然并不像我跑一个长距离之后那么猛烈。这就是马拉松的，我觉得这期我想叫什么呢？马拉松的累、疼、跑崩，还有我总结的一些训练的经验，就是这样。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这只是练，还有衣食住行，可能食跟住就是睡更参与的更多一些，好吧？那就这么着，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北京据说是特别大的雪，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好吗？那我们努力冬训，我们一起加油干，明儿见。